对整个秀是一个灵魂的存在。所以这一次我也很惊喜，就是他对很期待，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因为我在房间里面看他们的那个欢迎礼物，就有一个是一个像龙虾一样的那个钳子，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是跟秀场上面一个艺术家合作的一个东西，它相当于一个就是提前的预告吧。对，所以我会在想说，难道这一季是有关于海洋生物的吗？哎，真的很期待，好像很神秘啊！就这一季的任何的信息都没有说。哎，两位新的设计师从去年掌管这个当设计总监以后，你觉得在风格上有没有什么大胆的突破？你觉得有什么新鲜的感觉？我觉得是整个就是从廓形到色彩的搭配都很大胆。就以前的雷威就是属于我在我心里吧，就属于那种比较经典。比较对，但它也会有一些比较大胆的那种廓形的设计，但是上一季的我会觉得说在色彩上面会更让人意想不到。对，而且我觉得两位设计师就是怎么说，他特别擅长混搭感觉，就是他既有那种街头的感觉，但是他有那种传承的那种经典。然后用一些新的材料啊拼接啊，然后能让人觉得青春活力，同时但是又能有点老前锋的那种质感，我觉得平衡的蛮不错，所以我也蛮期待他们今年新的这个秀场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品味真的特别好。对，因为我觉得整个时装周的秀，它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艺术形式的一个结合。就每个品牌它都在传承自己的风格的同时，不断的还是在通过一季一季的秀场去做很多的创新。然后同时你看他们会做一些主题的设计，而且这些主题设计往往都是来自于生活的点滴，就是让你既觉得亲切又意想不到。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你来巴黎时装周总能够感受到很多新鲜碰撞，然后让你觉得生活充满了美好，然后我们的时尚充满了创造性，就是挺有意思，很有生命力。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时装周啊？时装周都在干什么呀？时装周的设计师们忙活那么多衣服，可能我也买不起。但事实上我自己觉得真正时间长了以后，你在时装中感觉的其实是一种对生活向往，就是它美好的向往，让你觉得有憧憬，有憧憬。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管是化妆啊，还是穿衣服，可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我们可能不需要，第一是我们不需要每天把自己打扮得过分，但是它可以把时尚融入到生活的点滴，穿一个自己喜欢的不一样的廓形，然后或者是画一个就是自己喜欢的妆容，就会觉得我自己很美好，然后呢我周遭也很值得我去美好，我觉得这是时尚的意义。好全面啊！来，唐老师，我们要不要给大家解惑？读那个大家的，对，读大家的弹幕，可能他们发的好快呀！对，我现在能看一下弹幕，就是有问我们在巴黎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啊？那你觉得这2天，这一天吧，这不是2天，这一天你昨天就出去拍照那一会儿，你觉得你看到了什么？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看到了小铃铛啊，还有呢？对，跟大家一起喝了咖啡。这个是嘟嘟很难得的体验。然后你可以展开讲讲那些你在咖啡馆看到了什么挺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来的路上，就是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唐老师就跟我说，就是巴黎这边的咖啡馆，就是大家在那个街边的坐着的时候，都是面对大马路的，就很少你看到那种就是。当然也有那种对着坐的，就是比如说他们2个朋友为了更好的聊天，就这样面对面坐。但是如果是单人位，大家基本上是这样一排，然后就一排的都朝着外面一个方向，好像在看上来来往往的车流一样，很有意思。昨天你没看我们去那咖啡馆也是，既有朋友小聚，也有那种都是就是单人的，就一个人全坐齐齐排排的。冲了外面，他们也不是在看手机或者用电脑，他们就是坐着，好像在享受那个片刻的宁静，很有意思。
所以你觉得巴黎的节奏，你在路边你感觉他们是快还是慢呢？很难说，因为你要说慢的话，但是我们从下飞机的时候，那时候天还没有亮，然后我们从机场坐车到酒店的路上就看到有人在晨跑，就天还没亮就起来晨跑，感觉好努力好自律。是的是的。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在咖啡馆一坐一下午很悠闲的人。所以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就是很融合，它就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我们由于在路上坐车的时间蛮长的，然后我跟嘟嘟还有个很有意思，就是看外面的人，就是嘟嘟会说，哇，这个女孩好时髦，是吧？哎，这个人打扮很特别，就是你总能看见一些不一样的风景啊。这个风景，我觉得人是在这个风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你看，比如说现在路过的一个女孩，你不一定拍，你看她穿的好像挺普遍，那背了一个很有颜色的包，你觉得她那个橘色包一下子让她这个人就变得马上不一样了。所以真是很有意思。而且他们好喜欢穿风衣。对啊，你看那边也穿那个麂皮风衣，就配了一个红围巾。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可能这种大胆的一些撞色的方式，可能在我们中国日常生活里面真的不是很常见啊。但是到这边还是蛮多的。蛮多的。就我们看一路上有很多门，就是门，就是那个住宅区的门，对，也很好看。像有那种。你看这个棕色的门，还有这个路边，你给大家拍一下，就路边这个水果店的那个可以拍一下，你给大家看，也很可爱。对，你看水果店，包括那个蓝色的大门，就是花园伴随着古老的建筑，你会发现，哎，这就是城市的主题就是我有时候我昨天跟嘟嘟拍照还说，你看随便一个房子里面，肯定这个房子都100年了。就是欧洲这些石头房子呢，它就是承载着更多历史的记忆。他们是不装空调的。对，巴黎是因为要保护这些老的建筑，所以巴黎乒乓球所以巴黎就是城市里面的房子都是不装空调的。好在可能夏天也比较短，要么就热死了。我好好奇，他们夏天怎么办？对，只能吹电风扇。吹电风扇，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说旅行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可能感受到不同地方人的不同的生活，然后让我们觉得是一个小游乐园。你看小乐园，花草映，就是小小的一个，很有意思。而且你看这些路边的小店，随处可见的小店，你看小的咖啡馆，我刚才说的，都对着马路，旁边都是汽车，就大家在那儿。他们这边好多那种涂鸦。对。反正就是每次来巴黎，就是还是会感觉挺美妙的，就是曼妙的一个城市。然后这边就是这边就是塞纳河。昨天我们拍照的时候不是在那个桥上嘛，然后底下路过一个船，它可能是学生春游。对。然后就是好多小朋友，就是看到我的时候给我比这个。这是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在线问一下。是有就是有。你给大家比。对，问一下大家，就是在线问，就是有好像网有点不太好，就是看到很多小孩子跟我打招呼，他们在船上，我在桥上，然后他们看到我就跟我打招呼，就是比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热闹，对，但是还有很多人就这样挥手，很热情，就是感觉他们好义呀。是。这里没有挨人的吗？肯定也有，挨人都隐形了。然后这个塞纳河上一座一座的桥，你看还有什么大家对你的问题？然后那个大家那个嘟嘟的粉丝朋友们，还有在线的，快帮我们检查妆法，趁着那个整理，主要就是在在车上修改，是我们经常是不管那个什么活动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巴黎还蛮干的，所以我还准备这个喷雾，然后这个喷雾很好用。对，
在那个真正走秀前，我拍一下他脸上，你看马上就有这种光泽感。